安凯峰见叶晨和李亚林一直在打哑谜，在原地急得直跺脚。他又怕其他人关注到他们4人的窃窃私语，便尽量压低声音，却又非常急切地问道：“你们俩到底在说什么？赶紧给我分享分享，我这人性子急，受不了一点。”李亚林便笑着说道：“林小姐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，把全世界所有运营自动贩卖机的公司都买到手，然后把他们的监控录像数据上传到 AI 模型的服务器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对全球机场、车站、码头等大型交通枢纽的监控，然后让 AI 不断分析这些监控所产生的视频资料，找到我们想找的人。这样一来，只要我们的目标出行，就会被我们捕捉到，然后我们就能知道他的位置以及他下一步要去哪里。”我去！安凯峰惊呼道，没想到林小姐年纪轻轻，眼光如此毒辣，这都能想得到。说着，他立刻承诺道：“你们放心，这件事交给我了，我弄几10个壳公司，把全世界的相关公司尽可能多的都买过来。”叶晨道：“二舅，这个就不用你亲力亲为了，我心里有大概方案，尽量让那些表面上跟叶家、安家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去运作这件事情，以免被人察觉异常。如果全世界运营自动贩卖机的公司都被安家的白手套秘密买走了，外界一定会分析安家为什么会关注到这种业务，所以还是不要产生任何直接联系的好。”安凯峰点点头道：“既然你已经想好人选，那我就不多插手了。”此时的叶晨心里已经开始期待起这套 AI 模型完成交付之后的应用。李亚林要用它来排查全世界的企业，以此来判别出哪家企业最有可能是破清会的驻地，而林婉儿想用它来实现全球枢纽的面部识别。吴飞燕上次来华夏已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被叶晨与林婉儿留下了容貌信息，像素虽然不高，但可以让 AI 负责修复，一直修到2个见过吴飞燕的人觉得没问题就可以。等地网系统架设完成，让 AI 记住吴飞燕的模样，以后他只要敢出来，就一定会暴露。眼下叶晨的实力与吴飞燕还相距甚远，知道吴飞燕的动向，虽然不能追杀他，但反过来起码能躲着他。而且吴飞燕去过的地方，除了滇南林主鲁的墓和10万大山之外，其他地方一定和破清会有关联。叶晨虽然不敢追着他打，但敢等他走了，追着他的小弟打。以后吴飞燕最好别去他的5军都督府麾下视察工作，不然去一个，叶晨就能跟在后面灭一个。再结合李亚林的刑侦手段，双管齐下，就能一点点把吴飞燕麾下的爪牙逐一拔除。与此同时，真正的技术人员正在与 AI 模型的建设方进行共同测试。霍华德就是个纯粹的商人，他不懂技术，也懒得研究技术。在他看来，运筹帷幄的领导者不需要也不值得掌握任何一门所谓的技术，因为所有的技术都可以让专业人士帮自己搞定。自己需要精通的是如何辨清形势，发现机遇，制定战略，把控大局。于是他来到海伦娜身边，谄媚地笑道：“女皇陛下，这里环境嘈杂，温度也比较高，以在下之见，咱们不如到办公楼里休息休息，在下也有些事情想跟女皇陛下细谈。”海伦娜知道霍华德在盘算什么，他所有的心思都在丹药上。现在偌大的数据中心以及 AI 模型都拱手让出来了，肯定想着尽早把丹药拿到手。于是海伦娜便按照叶晨的吩咐开口道：“罗斯查尔德先生，我知道你现在肯定迫不及待想得到丹药，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，丹药是在 AI 模型完成交付之后才会向你开放购买的。现在两边的团队还只是在做交接，交接完之后，我们技术人员还要进行试运行，以及各种漏洞和后门的排查，以免你们从中做任何手脚。”说着，海伦娜又道：“当然，罗斯柴尔德先生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我并不是怀疑你们的人品和商业道德，而是事关重大，我们必须要100%确认没有问题，才可以真正完成这笔交易。所以还要辛苦罗斯柴尔德先生再多一些耐心。等一切确定之后，你会得偿所愿的。在等待的这段时间，
就请你静下心来，多多领略一下北欧的风土人情与自然风光。霍华德一听这话，便知道自己肯定要在北欧待上几天了，于是也只能陪着笑说道：“女皇陛下所言甚是，既然如此，那在下就在北欧耐心等候，女皇陛下随时可以召见在下。”海伦娜点点头，开口道：“罗斯柴尔德先生远道而来，我今日在皇宫准备了宴席。罗斯柴尔德先生，如果晚上有时间的话，就请到皇宫赴宴。”霍华德听到海伦娜邀请自己的皇宫赴宴，心里瞬间开心不少。要跟以前，他心里其实瞧不上海伦娜这种落魄贵族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海伦娜就是自己的再生父母，再生父母请客吃饭，自然是与有荣焉。于是他便毫不犹豫地说道：“感谢女皇陛下的邀请，在下一定准时前往皇宫赴宴。”海伦娜微微点了点头，又问他：“对了，罗斯柴尔德先生，不知你这次来北欧有没有带上家人？如果有的话，也请他们一起来吧。”霍华德一时间有些犹豫。这次来北欧，他带了自己的大儿子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。这倒不是史蒂夫主动请求，而是他提出的要求。越是年纪大了，霍华德越害怕众叛亲离，尤其是被自己的儿子背叛。先前费家的经验教训就摆在那里，老爷子出国去了，把继承人留在国内，刚好就给了继承人夺权的机会，所以他也不敢把史蒂夫一个人留在美国。万一史蒂夫背着自己收买了其他人，又找准机会架空自己，那自己可能就回不去了。他这次把史蒂夫一起带上，美其名曰有他的帮助更踏实，其实是想把他带在身边，以免出什么幺蛾子。刚好史蒂夫也想跟过来看看叶晨跟自家老爷子究竟有什么合作，能让老爷子这么沉迷。他猜测老爷子这么做是为了叶晨的神奇丹药，所以他想着，如果老爷子这次来北欧真的得到了丹药，那自己虽然左右不了什么，但也得借机会找叶晨肚子里的苦水和委屈。刚听到海伦娜邀请的时候，霍华德是打算自己去皇宫赴宴的，可是听到海伦娜还要邀请自己的家人，他一时间就不知道该不该带上史蒂夫。要是带上他，万一让他知道了自己还准备再多活几年，还准备将他继承家族的日子往后推上几年，那父子俩之间肯定多多少少有些尴尬。而且自己一旦表露出这个意图，儿子就会得到一个讯息，那便是自己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不停地延长寿命，那会让儿子心里更加绝望。可是如果不带上他，万一海伦娜知道自己的儿子也来北欧了，肯定会觉得自己这个人不太诚实。想来想去，他便试探性地对海伦娜说道：“女皇陛下，在下的长子这次也一起来北欧了，晚上在下带上他一起去皇宫赴宴。不过女皇陛下，既然 AI 模型验收还需要时间，那今晚的宴会上我们能不能不提丹药的事情？”“没问题啊。”海伦娜爽快地答应下来，笑道：“最好是从现在开始，一直到验收结束，你我双方都别再主动提及丹药的事情。说实话，罗斯柴尔德先生，你只是不想让我在宴会上提，而我是在交付之前的任何时间都不想提。”霍华德知道海伦娜这么说是嫌自己问的有些太勤了，于是便赶紧说道：“女皇陛下请放心，在验收完成之前，在下绝对不会再提丹药相关的任何事情。”